今天拉萨下雪了，据说是几年来最大的一场雪。可惜不能好好的欣赏拉萨的雪景，因为按原计划开始为期6天的库拉岗日徒步之旅。我这次参加了一个户外徒步的旅行团队，7天6晚，价格4000多。我们车一共6个小伙伴，加一个司机一个领队。这是雪中的拉萨市区的景色，四周被群山围绕，都是雪山了。现在准备出城，今天主要往山南方向走。旁边是雅鲁藏布江湿地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还真不小，山上基本都覆盖了雪。中途经过了桑耶寺，这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寺庙，因为里面有汉、藏、印度3种教派的建筑，也称为三样寺。去年8月的时候来过这个寺庙，也发过一个详细的视频。这次就沿着寺庙外围转一圈。以前这个寺庙香火非常旺盛，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等缘故比较冷清。当地的藏民围着寺庙转经。这是我们的小分队，库拉岗日小分队。现在去吃中饭，这里是山南市，在这里吃中饭。第一顿，这个是光球的耶，团圆饭，是我们的小伙伴。坐起来，你坐起来。好，都是年轻的小伙伴，体力旺盛。哎呀，晴天了。吃过饭，往山南市以南的10几公里，有一个雍布拉康，就是前面这座山上的宫殿。雍布是母鹿的意思，拉康是宫殿。别小看这座宫殿，这是西藏最早的一座宫殿，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。松藏干布时期扩建为寺庙和宫殿2合1。旺旺，走。爬上去看一看，哇，真好。多美的一座宫殿与寺庙。这个建筑也曾经出现在好莱坞大片2012年世界末日里。狗狗，我觉得上次就碰见这小狗了。
流浪狗。小心啊，有点滑。山上布满了经幡。小伙伴抓拍到了。西藏一般的寺庙都不让飞有人机。现在开始下山。这里的海拔只有3700米。接下来，我们将从山南赶往美措县。其实这个6天的行程，头2天都在去库拉岗日的路上。这边还是属于山南地区。前面一大群野驴。远远的望见，远处有一群野驴。我不要那个，不要下车，一下车就跑掉了，就在车上面。去年在阿里的时候也看到过很多野驴，不过距离比较远。别叫！野驴。给老驴。不要钱，不要动。这个漂亮，拍出来一个方方。1、2、3、4、5，就10几只野驴，好真漂亮，好起来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连续翻山越岭。处的云变幻莫测。这里的公路修的还是非常好的，接近于高速公路的标准。可以说，国家对于拉萨的基础建设，尤其是公路、铁路下了大本，而且高速都不收高速费。现在经过的这个垭口有5150米左右。车上的小伙伴已经有1个人高反了。很多人关心我是否高反，总体来说我高反不严重，因为来过几次，去了很多高海拔地方，都没有出大问题。感觉前面要穿云破雾了。在前往美措县的路上，有2、3个检查站，分别要检查行程码、测量体温、
没有问题都予以通行，所以这里不需要核酸检测。现在从5000多米的海拔慢慢降到了4500，前面就可以看到美措县了。终于到了今晚的驻地，这里是安徽宾馆，不知道是不是安徽人建的。今晚住在美措县，这个酒店还挺干净，很暖，4100米海拔。说错了，307。房间里都有制氧设备。看怎么把氧气打开。哇，真暖和，这是地暖是吧？啊，这里就是制氧机。今天的行程就到此结束。今天是库拉岗日行程的第2天。传说中有宝藏在上，这里是达拉日雪山，也藏着万丈深渊。今天是库拉岗日行程的第2天，今天要前往色乡，因为这里处于边境，所以路上经过了几个检查站。感觉今天路上的风景特别好，一直有雪山陪伴。前面这群雪山叫达拉日雪山，最高峰6785米，山上的积雪终年不化，蔚为壮观。真是眼睛在天堂。It's magic， 照亮你的心 To your eyes， 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风景太美了。盛开在黎明，从有爱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陪你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这里歇一歇，好好欣赏一下。
这里是观看达拉日雪山的最佳位置，有很多悬崖峭壁。这次我们同车的几个小伙伴都喜欢拍照，大家在这里互相拍照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又是典型的老刘的行囊装扮。雪山太漂亮了。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，曾让人魂绕梦牵？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，也藏着万丈深渊。多少人为了它就此长眠，却不能闭上双眼。那是谁登上高高山顶，让传说继续流传？看上去有些危险，还是很小心的。一段段，一步步，越来越近，却咫尺天涯。同伴在后面跟拍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遍又一遍，什么都没变。你以为这究竟是个传说？相信的人并不多。你可见过雪山洁白巍，却闪耀金色的油。用无人机拍了一小段。聪明的、愚笨的、善良的人，还有你熟悉的人，在山坡，在悬崖，在山顶夕阳，在一念之间。在这里尽情玩了1个多小时，我们继续赶路。前面的路程可以说是9曲10爬弯，可以说眼睛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。同车又有一个小伙子开始高反，来欣赏一下沿途风光。现在进入的区域有很多森林，迎面走来2个僧人，显然前面有个寺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目的地。前面就是卡九寺。高的寺庙，四周都是雪山。
出来几个僧人。手续的，什么手续啊？报名不行吗？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最美的寺庙之一。观自在菩萨，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。这个寺庙建在雪山森林之中，乌云皆空，度一切苦每一个角度都堪称完美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走一走这里最美的转经道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个转经道全长2公里，修行寺庙与白塔都非常美丽。一佛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不垢，不增不减。是空中无色，天上的飞鸟在翱翔，无受想行识，无有意识。多美的修行地啊！真是净化心灵的好地方。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寺庙之一。再登上高处，看一看这个卡九寺。
这里是库拉岗日雪山下的白马林措。心心念了2年的地方，终于来到了这里。这里海拔4500多米，徒步了10公里。可以说，眼睛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。但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看看这里多美！如果你喜欢西藏，下一站就来这里了。昨晚住在了色乡，早晨的早餐一大盆的鸡蛋面，非常好吃。今天准备徒步库拉岗日的白马林措，将近1小时的路，非常艰难。前面一排洁白的雪山。那个后面应该是库拉岗日吧，及一群雪山，哇，真漂亮！哎呀，库拉岗日小分队出发！今天要往返徒步10公里，海拔4500到4800米。开始都是碎石路，刚爬几百米就气喘吁吁。眼前的美景吸引着大家。奋不顾身吧，血入深渊吧，孤雁残喘才明白光明的意义。那卑微的善良的无畏的，才是真正灿烂的你。已经看到白马林措了。面前屹立的就是库拉岗日神山，海拔7538米。下面的就是白马林措，措在藏语就是湖的意思。这下山肯定要特别滑，有点难走。这一段路有点艰难，这一段的徒步线路有一段修了保护栏，感觉过不了1-2年，这里就将成为收费景区了。
其实这里除了海拔稍微高一点，徒步的难度也不算太大。再往前爬一个山坡，眼前的景色太让人震撼了。看看这近在眼前的雪山，其实这里离拉萨并不远，开车1天就可以到达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给力。在这里拍照实在太棒了。可以说，这是我继去年8月萨布神山之后，实现了又一个雪山的梦想。今年西藏最网红的地方是林芝桃花节。其实我觉得在去林芝之前，这里是非常值得来一次的。我们这次8个人带了2个无人机，竟然都不太会飞。幸运的是碰到了一个无人机大咖。接下来的几组画面都是这位朋友拍摄的。怎么样？这里是不是非常美？
其实今天还挺累的，我想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的雪山徒步之旅了。明天还有更艰难的行程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和鼓励，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。今天是库拉岗日徒步的第4天，在海拔接近5000米的高原上徒步15公里，真的太难了。今天是库拉岗日徒步的第4天，昨晚下了雪，看看窗户上的冰就知道多冷了。今天预计徒步15公里，海拔接近5000米，可以说道路比较艰难。哎呦，下雪了，还在下。太难了，这路。看牦牛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咋走啊？哎呦，这走15公里，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爬到山顶，俯瞰下面的3个神湖。哎呀，干杯！我是奶奶呀。我的脚伤最怕这种乱石堆的路。爬了一会儿就想打退堂鼓了，不过看到小伙伴坚定的步伐，还是跟了上去。脚掌，对呀，好多蹄花，是牦牛吗？这很大。全程都是这种碎石路。前面到达了第1个神湖，湖面上冰雪覆盖。我们要先走到湖边，然后再往上爬。
这条徒步道几乎没有任何游客。到达了第一个山坡，可以休息一下。这边的冰湖已经融化了，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。前面就是3座神湖。昨天徒步，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到湖边，因为道路不好走。今天弥补了这个遗憾，不过不是同一座湖。感觉湖边的景色就不错。从这里开始继续往上爬。这里的海拔已经4800多米。走路都走到绝望了。好高啊！要爬到这儿，还翻走一座山。爬2小时上去，好吧，这路都是碎石，崴脚了。内心挣扎了几次，就准备坐在这里看风景了。因为腿脚的伤病，没有继续攀登。虽然没有到达终点，但仍然觉得这里就是最美的风景。